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向来是国际政治中备受关注的大事儿。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里，中美两国元首3次互动，两国外交团队也先后在阿拉斯加、天津、苏黎世、罗马4次会面。除此之外，围绕气候变化、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孟晚舟事件解决等一系列博弈与合作，也给这一年的中美关系带来了许多挑战和看点。对于中美关系来说，2022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也是中美首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这些历史节点都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思考。为厘清中美关系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在过去的2021年，深圳卫视曾对话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洞察中美关系关键。展望2022，中美关系将会走向何方呢？我们来看短片。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事实上，尽管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是竞争大于合作，但中方始终保持最大诚意来维护好两国关系。就在中美安克雷奇高层战略对话后不到1个月内，中国生态环境部4月14号发布消息，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于4月14号至17号访华。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同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会后，双方发表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3个月后，7月21号，中美双方于同一天宣布，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即将访问中国天津。舍曼动身前，美方再次展现了傲慢，扬言美方将继续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方对话。7月2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回应也十分干脆。我们在安克雷奇不吃这一套，在天津更不会吃这一套。7月25号至26号，舍曼如期到访天津。在这次中美天津互动中，中方向美方提出了2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共16项；还有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共10项。而纠错清单中有一项是敦促美方撤销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要求。2个月后，9月25号晚，被加拿大非法拘禁1028天之后，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回到了祖国怀抱。有5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火。从2021年中美之间的多次沟通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些剑拔弩张的场景，会闻到一些火药味儿。但是这对于未来中美关系能够向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真正的重回正轨，其实是起到了更好的一些塑造的作用，或者是说呢，通过一系列的交锋，会让美国更好的看清现实，会让美国看到中国的实力和分量，看到中国的一些核心的诉求，包括在维护多边主义以及国际秩序方面，中方所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对于未来中美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吉思在2001年曾写过一篇英文文章，他在文中表示，与其说中美关系的现状是一场新冷战，不如说是一种热和平，即中美关系互动的强度以激烈的语言指责对方为标志，但也以不断升温的贸易、投资和旅游为标志。如今回顾这个概念，王吉思认为，在2021年的相对平静之后，中美这种热和平的趋势很可能在2022年及以后的年代中形成一种范式，这种范式可能在许多领域持续发展。不过，和平总体上仍然是有保证的。我在2001年写了一篇英文的文章，就讲到我说中美关系不是新冷战，实际上是一个热和平。当时我说热和平的时候，想的是2个热。一个是吵架吵得很热，其实在2001年就已经产生了人权问题啊，1999年那个炸馆事件，也对这个中美关系产生了很强烈的影响。2001年我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呢，已经发生了中国和美国的军用飞机在南海附近上空这个相撞的事情。另外一个热呢，就是在当时呢，就经贸关系开始热起来了。
这个中国买了大量的美国的国债，然后呢有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以每年双边贸易增长10%的速度在往前发展，这也是热起来了。然后再加上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是一个热潮，在2001年前后。今天再回过头来去想这个呢，吵架还是接着在吵的，而且有些地方比过去还热，比如说南海的问题、台湾的问题，在当时没有现在这么热。还有两个国家关于这个哪个国家更民主，包括新冠疫情溯源的问题，好多问题都在吵得很热。但是经贸反倒冷下来了，这个呢，这个热呢，就跟当时的热有点不一样，这变成只是吵架的热，而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冷下来了，那么仍然是一种热。如果说是经贸关系本身的话，那就是说双边的贸易额还是在上升的，这点还是令人比较感觉到鼓舞的。我认为和平能够基本上得到保障呢，是因为两国家在元首通话的时候也多次讲到，我们不希望发生新冷战，双方都有危机管控的基础，实际上双方还是有沟通的，包括从最高的领导层一直到军事部门，还有外交部门等等都有沟通。回顾2021年中美关系的过往，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提到，虽然中美两国经济交往密切，但不代表就能避免博弈陷入恶化，因为国与国之间基础是安全，并非经济。人们呢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呢国家关系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所以认为如果双方经济关系改善了，双方经济关系扩大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就好了。其实呢，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不符合国际关系规律的。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中国我们曾经和日本和美国经济的关系都非常广泛，跟俄罗斯没有什么经济联系，但中国跟俄罗斯的战略关系远远好于中国和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或者基础是安全关系，不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多与少对安全关系有这么一丢丢很小的影响，它没有任何重大的决定性的意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决定中美战略关系走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同样认为，中美虽在一些领域出现更多合作的迹象，但要谈中美关系发生转机，为时尚早。中美关系呢，有些方面在好转，那是就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我刚才说了，美国所做的是为了美国总统这个Joe Biden现在比起特朗普来说的理性一点了，但为什么？就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因为尤其是供应链的问题，因为很多东西物资是美国不生产了，美国也不能找到一个替代的，假如越南或者其他国家，中国才能生产嘛，对吧？还有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永远记住，我以前一直说的，中美关系啊，它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它就是整个世界体系的两根柱子。美国它单独本身，中国单独本身，就构造不了世界秩序。所以两个国家合起来才能构造一个秩序。两个柱子哪一根倒了，哪一根都不行。所以从长远来说呢，我们也不要太悲观，也不要太乐观。有些领域该合作的就合作，但有些领域我们没有退让的空间的，该冲突就冲突了。你刚才所说的一种观点，如果从经贸领域呢，有点像，往后的迹象呢。但是你看看台湾呢、南海呢，对吧？一些国家核心国家利益的那里面呢，还是矛盾还是很深层。据郑永年观察，美国对华政策反复无常的情况将持续。未来，美国将不断地在与中国合作和对抗之间摇摆，并希望借此来谋取最大利益。对此，中国要有清醒的认识。中美关系坏，主要是美国的内部问题嘛，美国搞不定。但是他确实是他从性质上呢，就是把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了，甚至敌人了。但这个敌人就是他发现他不知道怎么去对付。像供应链上说，他还是需要中国啊，很多方面还是需要中国啊。
他觉得哎这个样做下去呢，又是好像自己就吃亏，所以他就说对中国的一些个政策，他包括台湾问题，他想改，但没法确定到底怎么样的一个东西。美国这种模糊清晰之间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华政策上一直会持续这样一个方式。我们也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一个区间的那个移动啊，有足够的认识。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哎，在这样的时候，就是当他觉得比较往后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开心。当他所谓激进化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悲观，是吧？一定要拿出我们自己的理性来判断。真正的要认识美国对华政策里面的几个要点是什么。布林肯就说的啊，中美之间就3个领域，是吧？合作、竞争、对抗。当然，对抗我说还可以分成2个，可控的对抗是对抗了，不可控的对抗就是冲突了，是吧？但是这些界限怎么界限呢？很难界限吗？两党都会以所谓的中国话题来获取政治资本。那么在当今美国推动对华竞争，在美国国内无中不成习，言必称中国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加之中期选举政治的这种需要，会使未来中美关系有更多的复杂性。美国政客为了达到短期的目标，为了选举的需求，可能会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措施。所以中期选举年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是充满更多考验的一年。不过，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目前的中美关系并未触底，只是处于近些年来的低谷。参考过去70多年的历史，中美关系紧张往往都是阶段性的。Not the lowest point in history. After all, remember in 1950, U.S. and Chinese troops fought each other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So that probably is the lowest point. U.S.-China relations go through cycles, ups and downs. We saw an improvement after the Nixon meetings with Mao. We also saw improvements after Clinton supported China's joi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e've seen a decline in the last 10 years, really, even before Trump. So we're now in a down cycle, but it's certainly not the lowest point. 在约瑟夫奈看来，中美之间除非发生重大军事冲突，否则几乎不存在所谓冷战或是脱钩的可能性。他将中美关系称为有合作的竞争。In the real Cold War, there is almost no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very little social contact. Whereas, of course, we have $500 billion of trad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能给中美带来进一步坐下来合作的契机，但前提是美国不应只看到自身国家利益，而务必做到以国际社会的利益为核心。
对于已经到来的2022年，苏晓慧认为，复杂的中美之间并非只有所谓负面因素。中国如果能够把握机遇，化危为机，在处理与美关系时，将手握更多战略主动。一方面，大家会看到美国国内反华的惯性会进一步的延续，但另外一方面，如何来看待中美之间的现实，也是拜登政府必须要进行反思的一个关键的层面。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现实和拜登政府的预期不断交织的背景之下，中美关系在2022年恐怕会更加复杂。但是呢，这种复杂性当中，并不所有的都是所谓的负面因素，或者是说对中美关系的挑战。如果中方能够抓住机遇，化危为机的话，那对于2022年中美关系来说，我们的主动塑造将带来更多的战略上的主动。2021年的中美博弈，台海过招尤为激烈。拜登上台以后，美国接二连三地发布了所谓新版对台交往准则，用军机以送快递的名义接连停靠台湾，以及邀请民进党当局出席所谓的民主峰会等吊诡行为，与民进党当局相互勾连，让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尽管如此，两岸交流并没有中断。大陆协助岛内抗疫、出台同等待遇政策，如期举办海峡论坛等，都展现了大陆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善意和期待。回顾2021年，美台的勾连对两岸关系带来何种伤害？大陆方面把握统一大业的主动权，又在哪些方面推进了融合发展呢？深圳卫视对话全球学者，点拨台海问题关键。Can you vow to protect Taiwan? Yes and yes. As we've done over multiple administrations, we'll continue to help Taiwan with the sorts of capabilities that it needs to defend itself. 2021年10月7号，美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准备采取军事行动保卫台湾地区，沙利文妄称：“我们现在就将采取行动，努力阻止那一天的到来。”10月28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更是口无遮拦，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甚至承认美国军人在台，引发舆论关注。无论是美高层口误声称要协防台湾，还是承诺要提高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不少分析认为，2021年以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采取的战略模糊策略正在淡化。但是，面对局势演变，多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指出，美国采取战略模糊实际上是有前提的。如今，美国的对台政策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它实际上是改变了。实际上，你从美国最近来看的话，美国对华战略实际上是台湾已经成为美国组织它对华政策的抓手。同时，拜登政府的对台政策还由特朗普时期的独狼战术逐步升级为群狼战术，即拉拢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集体对华炒作台湾问题。就在1月7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日本外相林芳正及防卫大臣岸信夫召开线上2+2会谈。他们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实际上，在拜登上台之后的这一年里，美国在与日、韩、欧领导人和北约峰会联合声明中，都强行塞入台湾问题。美精心构筑的美英澳3国联盟、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五眼联盟7国集团中，都试图将台湾问题纳入其中，拉拢盟友，集体加大对华打台湾牌力度。美国毕竟针对自己跟台湾的双边关系在变化，美国、英国、澳洲的这个三方核心同盟，美国的四方安全，对吧？亚太那个战略，就是美国、日本、澳洲、印度的五眼联盟，是吧？包括你看最近欧洲通过的，欧洲议会通过的对台湾的那个东西，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他们对华政策的抓手现在是台湾问题，这一点呢，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美国还撺掇立陶宛等一些盟友发展与台湾当局的实质关系，企图赋予台湾国际地位，分裂两岸。法国、捷克和波罗的海3国等国议会相继以半政府方式与台当局进行互动，企图树立更多的示范，制造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美国带动下，日本也蠢蠢欲动。目前，日本自卫队已与美军制定设想台湾发生紧急事态时的日美联合作战计划草案。一方面是美国自己国力也在有一些趋缓甚至下降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是中国大陆崛起非常的快，那么美国现在也难独立应付，那么所以美国拜登上来以后，他就是用更多的跟盟邦结合，甚至可以说让盟邦负担更多自己的防务，让盟邦负担更多的区域安全责任，一方面减轻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这种负担，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建构一个就是所谓的同盟的策略。对于拜登政府利用民主价值观的名义与盟友插手中国台湾事务的做法，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特别指出，我们要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台湾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台湾是个主权问题，是个领土主权问题。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我们要坚守领土主权的所有权，要维护我们国家对台湾的领土主权，而不应用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进行关于台湾问题的台湾的斗争。所以把台湾问题视为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是个人权问题，这只能有利于美国，不利于中国。而我们坚定界定台湾是主权问题，不是人权问题，这有利于中国自己。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放纵，从蔡英文承认美国军人在台、大量采购和加紧部署源头打击武器和海空导弹来看，蔡英文的政治冒险性不容低估，这也加剧了台海局势的不稳定性。他们当然会把台湾当作一个非常标杆性或是前沿性的一个位置。那么，可是到目前为止来讲，它还是在一个美国自认为可控的范围之内。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中美双方应对台湾问题的分歧进行管控，否则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So far, the prospects for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Taiwan issue seem to be getting less rather than more. I hope that's temporary. If we don't manage it correctly, they could even include a nuclear exchange, which would be disastrous for the people of both countries. And i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defeated in a war with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ould be locked into a level of hostility that would be very bad for both countries. So nobody can win if we get to the point where we have a fight over Taiwan. 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吉思看来，去年中美元首多次通话时已经定调，双方不希望发生新冷战，台海和平是有保障的。尽管台海风高浪急，但大陆方面坚持从两岸同胞福祉出发，推动两岸交流融合深入发展。去年1月2号，福建省政府公布首批共225条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清单。3月17号，大陆推出农林22条措施，与31条措施、26条措施一脉相承，并在岛内缺少疫苗的情况下，大陆积极推动台胞在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凭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大陆医保参保凭证，在居住地登记接种疫苗。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2月11号，以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13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顺利举行。在疫情考验下，与会嘉宾阵容依然凸显高规格。大会现场座无虚席，有9600多人线上线下共同参与，其中岛内嘉宾约4600人。深圳卫视记者在海峡论坛现场专访了前来参会的台湾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李胜峰强调，两岸同宗同源，民进党当局基于政治操作打压两岸交流，只能阻断一时，两岸间的民族文化纽带永远割不断。万山不习一溪奔呐，难得溪水日月轩呐，待得前头三角尽呐，堂堂溪水出前村。假如今天海峡论坛是没有什么用的，那他干嘛紧张呢？他干嘛在意呢？他的在意证明它是有它的效果，所以从意义来看，这是挡不住的潮流。中美关系牵动全球。过去1年，中美元首3次互动，两国外交团队4次对话，如何塑造中美关系新态势
2022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也是中美首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关键历史节点将为两国带来怎样的新思考？深圳卫视对话全球学者，深度解析两国交流过往，展望未来变局。中美关系呢，有些方面在好转，那是就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Mr. Biden finds himself in that position. If he manages in 2022, when we have midterm elections, to increase his majorities in the Congress, then I think he will have more space to rethink what is basically a hostile policy. 我在2001年写了一篇英文的文章，就讲到我说中美关系不是新冷战，实际上是一个热和平。台湾问题成为美国扼华抓手，美国会不断派出议员窜访，美总统不断扬言协防台湾，严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如何恶化台海局势？台湾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台湾是个主权问题，是个领土主权问题。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我们要坚守领土主权的所有权。美国总统拜登对华认知为何与特朗普相差无几？拉盟友打造小圈子对抗中国，试图与中国打意识形态战，究竟能在国际上掀起多大水花？面对西方的抹黑和误解，中国又能如何从容破局？但美国有点不习惯啊，他把我们原来叫做有一点消极应对啊，现在说我们叫 proactive， 说我们那个积极进取，但是他不是用积极进取，他说我们的外交变得 assertiveness。翻成中文叫咄咄逼人。In terms of soft power, China has a very attractiv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also has a great success story in rais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ut of poverty. These are natural ways to increase soft power. But being too nationalistic is bound to produce the opposite of soft power. 关键洞察力即刻播出。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关键洞察力，我是洪硕。2020年1月，《纽约时报》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大卫·莱昂哈特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人所不能理解的中国崛起》的评论文章中谈到，美国对于中国巨大的焦虑感源于一种关键性的误读。美国始终认为中国要取代美国，争夺全球霸权地位。正因为这种误读，让特朗普政府无视美国自身发展的瓶颈，反而将愤怒转嫁中国，发起了对华贸易战。2年过去了，美国经历了一次政党轮替，拜登总统上台，而美国对于中国的误解和焦虑感却有增无减。面对种种恶华伎俩，中国又应当如何破局呢？深圳卫视对话全球学者继续为您带来深度解读。对于拜登政府积极拉拢盟友入群对抗中国的政策，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俱乐部化战略。他指出，对比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政策，拜登上台后实行的排他性的多边主义，给中国造成的国际压力要远远大于特朗普时期。拜登的政策呢，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俱乐部化战略，就是在6G 问题上搞一些国家参加这个6G 俱乐部，然后呢，这些国家并不是在别的问题里有都跟美国利益一致，没关系，他会搞一个民主俱乐部，那些个在民主问题上跟他不一致，但6G 问题上跟他一致的国家就可以不参加这个俱乐部。他现在搞了很多这样的俱乐部，搞了很多俱乐部化的这个对华政策，所以这样呢，我的理解，他就可以最大限度的争取到国际社会对美国政策的支持。不过时至今日，拜登政府正在组建的所谓同盟的立场极不稳定，许多国家已经厌倦了听美国发号施令，而实质上美国的影响力也在减弱。例如，欧盟近年来倡导战略自主，不会简单的在所有问题上都跟着美国走。一些国家在价值观、安全等问题上与美国比较接近，但经济上又与中国有密切关系，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想选边站。2021年3月，美国资深外交官傅利民发表《华盛顿正在与中国打一场必输之战》的评论文章指出，如果美国打压中国被定义为一种道德标准，大多数其他国家将选择远离，而不是被吸引。傅利民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谈到，全球经济已经高度融合，美国试图把中国排除在外并不现实。I don't think it can work, frankly.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this is not the Cold War. The Soviet Union was isolated, self-isolated, isolated by containment. It was not part of the exterior world. China's fully part of every endeavor on the planet, complete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in fact, central to it. And I think this means that it's very difficult to carve out particular areas and exclude China from them. Conversely, if China wanted to exclude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表示，搞价值观外交是拜登一贯以来的风格，但是当前的国际社会已经没有多少国家会买账。当Joe Biden说中美之争就是美国民主，实际上他接受的是意识形态嘛，是吧？我也是，我觉得谁也不会相信他。数学家说他是美国讲开放，那你如果有些企业好多人来问说中国本身也是开放，你说中国是专制，那你要问问中国人就说，是不是中国是不是美国所定义的专制，对吧？我们也有自己的民主啊。美国人说那中国人一点自由都没有，对吧？我说这是矛盾的。美国人一方面说自由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自由，是吧？但中国发展起来了，他又说美国人说你完全没有自由，那本身就是矛盾的嘛。所以呢，实际上呢，现在这个世界呢，并不是像Joe Biden或者美国西方反华力量说是黑白，是吧？民主跟专制。所以呢，就这个世界也是已经变了。但是我觉得像特朗普、Joe Biden还是有色眼镜，对吧？实际上的世界已经非常复杂了，非常多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吉思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专访时谈到，中美从国家政体到民族文化都存在深刻的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注重民族复兴和集体利益；美国则是一个个人主义至上的国家，这就导致了矛盾的发生。但是中国的这个国家的国体政体决定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有它的价值观跟中国价值观不一样，它又想保持它的世界地位。那么也就是说，两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他们的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多的不同，当然也有一些共同利益。中国一直是这个从社会到个体都认为国家或者集体要高于个人，但是美国它不是这样看的，它没有这样的一种口号，它是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它其实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个人，就是你自己生活是不是过去更好了，这样就决定了这个双边的关系是这个样。那么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是人为决定，或者领导人换届等等决定的。对于拜登政府不停打人权牌，企图与中国打意识形态战，中国如何应对？严学通表示，中国应当有自己的定力，避免落入美国的圈套。关于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中国应该维护自己主权内的事务，主权事务之外的事情我们要坚决执行，不搞意识形态出口，不搞模式之争。中央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跟美国寻求的是政治制度和平共处。所以就是说，在我们自己领土上的主权问题我们需要维护，领土之外的问题要坚决地抑制那种搞制度之争的冲动，这有利于中国的崛起，有利于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我这边特别想说，举一个例子，当年这个廉颇就是说赵国军队从进攻角度打不过秦国军队，所以他坚守城池就不出战。于是呢，赵王很不高兴，认为很没面子，很不好看，换了赵拓，就是那个纸上谈兵的将军，上去以后说，我不能让你指着鼻子骂，出城迎战。出城迎战打的最后结果，秦军降装退败，他追了一段，最后的结果赵国军队被人家全歼，几十万军队被人歼灭，然后赵国大败，是吧？这是长平之战。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战略家
并不总是出击。真正的战略家是善于防守，如果没有防守能力，一味出击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从去年7月7号，中国政府反复讲中国不进行意识形态之争，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取。就是你爱怎么在城下骂战，我在意识形态问题我就不出城迎战。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有定力的表现。那种非要出城迎战跟着搞对骂的，那只能说明没有定力。不过，令人意外的是，美国这一系列奇怪举动的内部原因似乎来源于一本书。2015年，美国知名国际战略学者白邦瑞出版了《100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强国的秘密战略》一书。书中写道，中国有一个100年的秘密战略，即在204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而美国完全被欺骗了。特朗普看了这本书以后，对他造成了很深刻的影响，就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战略的挑战者。所以可见，美国的战略界、美国的学术界这么一种逻辑来进行解释，来解释中美关系、解释世界建构，那我想世界就是一片灰暗。中美关系必然是目前这么一个对抗性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今天的美国的行为逻辑都是受美国的学术基础和它的学术的这个建构导致的一个影响，这是深层次的影响。苏浩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焦虑感归根结底源自于美国的霸权思维，认为任何国家的发展繁荣都是美国的威胁。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在2002年在芝加哥大学去访问。芝加哥大学有个非常有名的学者，估计你也知道，叫 John Mearsheimer， 米尔斯海默他写了一本《大国政治的悲剧》。那么这样呢，到今天仍然在世界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时我在芝加哥大学跟他交流的时候，让我非常不愉快，甚至有点愤怒。他说：“你们中国改革开放是错误的，通过改革开放的方式要让中国繁荣富强，不对，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人类的悲剧。”后来他最后就跟我说了一个逻辑的结论是，他的结论是，那么通过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那么强大的中国在看世界的时候会是个什么问题呢？世界是由美国主导的一个西方式的这个世界，对中国来看一定会有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东西，所以中国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改变状况的结果，美国是世界上的最大的一个霸权的维护者，美国不允许这种改变，中国要改变，结果导致的是中美一定会造成对抗。这一切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的眼中，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的心理，那就是不习惯。不习惯承认自身的衰落，不习惯走下霸主地位，不习惯看到中国的强大发展。起初他们会批评中国不负责任，但随着中国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并广受认可的大国姿态后，他们又感到惶恐。他美国有点不习惯他把我们原来叫做有一点消极应对现在说我们叫 proactive， 说我们那个积极进取，但是他不是用积极进取，他说我们的外交变得 assertiveness。翻成中文叫咄咄逼人，他们现在有点不习惯。原来呢，中国比较低调，他老批评中国，说你不负责任，对吧？你 GDP 世界第2了，你不愿意承担责任，原来批评我们。中国说好，这个事我办。我们说哇，你真干呐！中美关系牵动全球。过去1年，中美元首3次互动，两国外交团队4次对话，如何塑造中美关系新态势？2022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也是中美首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关键历史节点将为两国带来怎样的新思考？深圳卫视对话全球学者，深度解析两国交流过往，展望未来变局。中美关系呢，有些方面才好转，那是就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Mr. Biden finds himself in that position. If he manages in 2022, when we have midterm elections, to increase his majorities in the Congress, then I think he will have more space to rethink what is basically a hostile policy.
台湾问题成为美国恶滑抓手，美国会不断派出议员窜访，美总统不断扬言协防台湾，严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如何恶化台海局势？台湾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台湾是个主权问题，是个领土主权问题。所以在台湾问题上，我们要坚守领土主权的所有权。美国总统拜登对华认知为何与特朗普相差无几？拉盟友打造小圈子对抗中国，试图与中国打意识形态战，究竟能在国际上掀起多大水花？面对西方的抹黑和误解，中国又能如何从容破局？他美国有点不习惯啊，他把我们原来叫做有点消极应对啊，现在说我们叫 proactive， 说我们那个积极进取，但是他不是用积极进取，他说我们的外交变得 assertiveness。翻成中文叫咄咄逼人。关键洞察力即刻播出。当今以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污名化叙事愈演愈烈，然而全球舆论的话语权还是掌握在以美英等英语国家为主的西方世界中。让国际社会听到多元化的声音，成为了扭转局势的关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是国家软实力的提出者，他对于中国也有着深入的观察。对于中国如何把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去，如何让世界来倾听的问题，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约瑟夫奈认为，中国有非常吸引人的传统文化，也有让几亿人口脱贫的成功故事，这些都是提升软实力的好方向。One thing is to downplay the intensity of nationalism. If soft power is the ability to get what you want through attraction rather than coercion or payment, it's very hard to attract others if you're talking about your own nationalism. This is a mistake that Donald Trump made, where he kept talking about America first. Well, if you talk about America first, other countries think, well, then we're second or third or fourth. As I said earlier, in terms of soft power, China has a very attractiv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also has a great success story in rais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ut of poverty. These are natural ways to increase soft power. But being too nationalistic is bound to produce the opposite of soft power.